想成功的人请举手。于困境中抉择，在奋进中重生。树的方向由风决定，人的方向自己决定。在这漫漫人生旅途之中，我们仿若置身于一片广袤无垠的天地，每一步前行皆充满了未知与可能，而那决定我们最终归宿的关键力量究竟源自何方？或许在我们追寻成功与梦想的征程里，最大的阻碍并非外界的艰难险阻，亦非他人的无端阻拦，而恰恰是隐匿于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个恶魔，自己懒惰懈怠，没有方向，不知奋发向上，不知坚持到底的心啊。它如同一团阴霾，悄无声息地笼罩着我们的灵魂，消磨着我们的意志，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徘徊不前，迷失了前行的方向。且看那一则发生在市井街巷中的寻常事例。一位刘老先生在某个寻常的清晨目睹了这样一幕：一位年轻人正忙碌地将房屋中介的广告捆绑于街边的树上。刘老先生心怀善意，轻声问道：先生，请问你知不知道树上的房屋广告？前不久市公所清洁队才刚刚清除完毕。年轻人听闻，脸上闪过一丝不悦，随口应道：知道啊。刘老先生见状，不禁皱了皱眉头，继续说道：既然知道，为何还要继续绑这些广告呢？破坏市容整洁可是违法的呀。年轻人对此却置若罔闻，手中的动作曾停歇，头也不抬地嘟囔着：还不是为了赚2个钱。刘老先生顿时神色严肃，义正辞严地说道：难道你只为了自己赚几个钱，就可以违法来破坏环境，来跟政府执法对抗吗？年轻人却满不在乎地回应道：违法？呵，违法的事多了，很多有钱人乱停车还不是违法。刘老先生痛心疾首，高声质问道：你是说要违法？大家一起来违法咯，那我们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？年轻人冷漠地抛下一句：是没希望啊。言罢，跨上摩托车扬尘而去，只留下刘老先生望着那远去的背影，久久伫立，心中五味杂陈。这一幕看似平常，却又如此令人揪心。一个年轻人竟对法律与社会责任如此漠视，对未来如此绝望，这是何等的可怜，又是何等的可怕。它就像一艘在茫茫大海中失去航向的孤舟，随波逐流，最终可能被黑暗的深渊所吞噬。无独有偶，在那公共交通的小小车厢里，也曾上演过一场令人深思的短剧。据一位读者所述，在一次乘坐公车的途中，司机突然将正在平稳行驶的车子紧急停靠在路旁，随后哗啦一声打开车门，对着后座的人大声呵斥：后面3个国中生，你们马上给我下车去，下去，听到没有？下去。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全车旅客都惊愕不已，纷纷转头向后望去。司机紧接着又怒吼道：现在教育已经很失败了，你们3个还坐在后面抽烟，我现在只要把车子开到派出所，你们每个人都要被罚款3000元。你们觉得赚钱很容易吗？现在经济这么不景气，你们父母赚钱很辛苦，知不知道？此时车厢内一片寂静，所有人都愣住了，而司机似乎仍难抑心中的怒火与痛心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100元纸币，高高举起，声音略带颤抖地说道：这是我老婆早上拿给我的，是午餐晚餐要吃饭的钱，
可是现在已经是下午5点多了，我连花都没花，我忙着开车载客，哪有时间吃饭？我肚子也很饿耶。你们才念国中，不知学好，还拿钱买烟来抽，你们都给我下车。然而那3个国中生却依旧是一副满不在乎，你管我，我高兴的模样，仿佛司机的苦口婆心与愤怒指责都与他们毫无干系。他们就像被迷雾笼罩的花朵，尚未懂得珍惜青春的阳光，肆意挥霍着本应充满希望与活力的时光。再把目光投向那充满童真的校园角落，在一所小学里，老师布置了一项造句作业，题目是疑怎么？其中一位小朋友写下了这样令人瞠目结舌的句子：疑，我怎么死了？这简单的几个字，却如同一记重锤，狠狠地敲击着我们的心灵。一个尚在懵懂年纪的孩子，为何会写出如此消极的话语？是偶然的奇思妙想，还是对生活某种无意识的映射？它让我们不禁反思，在孩子们成长的道路上，我们是否给予了他们足够的引导与关爱，让他们能够正确地认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，树立起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？那么究竟要怎样活才算真正的活着呢？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里，我们看到了截然不同的生命姿态。有些树虽历经岁月的洗礼，外表已然枯槁，仿若一位风烛残年的老者，然而在冬去春来的时节，它们依然顽强地在树头上挣长出绿叶。那一抹抹新绿，是生命不息的象征，是对未来永不放弃的信念。就如同拾荒老人王冠英，他虽每日穿梭于大街小巷，与垃圾为伴，从事着看似卑微的拾荒工作，但他心中却怀揣着一个伟大的梦想，造福学子。在他那饱经风霜的身躯里，跳动着一颗炽热而充满希望的心。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生命的价值与意义，无论身处何种困境，都能坚守梦想，奋勇向前。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有些年轻人却在青春的大好年华里迷失了自我，他们每日沉迷于吸食安非他命、赌博、抢劫等不良行为之中，浑浑噩噩地度日，过一天算一天，如同行尸走肉般在这世间游荡。他们的眼中看不到希望的光芒，心中也没有梦想的指引，只是在黑暗的深渊里越陷越深。或许有一天，当他们回首往事时，会惊然发觉，咦，我怎么死了？那时他们才会意识到，曾经的自己是多么的荒唐与无知。在虚度光阴的道路上，早已将生命的真谛抛诸脑后。事实上，没目标，没斗志，没生气的活着，与死了又有何异呢？正如王大空先生生前那令人警醒的座右铭所言，树的方向由风决定，人的方向自己决定。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，我们拥有着自主选择的权利与力量。或许在我们前行的道路上，没有人会刻意地阻拦我们，设置重重障碍，但倘若我们内心的那股力量缺失了，那懒惰与懈怠的恶魔占据了上风，我们便会如同失去了航向的船只，在茫茫大海中随波逐流，最终被命运的洪流所淹没。示弱问道：想成功的人请举手。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毫不犹豫地高高举起自己的手，眼中闪烁着对成功的渴望与憧憬。因为成功是那遥远天际的璀璨星辰，吸引着无数人为之奋斗不息。然而若换作问道：想吃苦的人请举手。
则可能会有许多人面露犹豫之色，迟迟不愿举起自己的手。为何会如此呢？原因便在于许多人缺乏开创性、冒险性，他们畏惧吃苦，不愿为自己设定明确的目标，总是妄图坐享其成，一步登天。他们幻想着成功会如同天上掉馅饼般，轻而易举地落入自己的怀中。然而，现实却往往是残酷的，人的成功之路极少会有捷径可走。或许有人能够凭借着一时的幸运，如同乘坐电梯般迅速飞黄腾达，但这样的好运又岂是人人都能奢望拥有的呢？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，唯有脚踏实地地走楼梯，一步一个脚印，才是通往成功的稳妥之道。在这漫长而艰辛的走楼梯过程中，我们还需不断地给自己加油打气，在内心深处坚定地告诉自己，我是年轻有为的，我是有目标理想的。或许有一时的侥幸，但绝对没有永远的埋没。我一定不会被埋没，我一定会成功。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在面对重重困难与挫折时，保持坚定的信念与不屈的精神，勇往直前，无畏无惧。的确，在人生的舞台上，我们或许无法选择自己出生的环境，无法决定自己的起点高低，但请记住，我们绝对拥有改变生活环境的权利，拥有塑造自己命运的力量。当我们站在命运的转折点上，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之时，一定不能将这宝贵的命运轻易地寄托在别人手上啊！我们要紧紧握住命运的缰绳，驾驭着它在人生的草原上奔腾驰骋。因此，此刻让我们静下心来，认真地想一想，我还有什么心愿，还有什么梦想，然后带着坚定的决心与无畏的勇气，踏上追逐梦想的征程，去努力完成它。因为人生如果没有梦想，就如同失去了灵魂的躯壳，是最可怜的存在。岂不是比那身无分文的穷人和沿街乞讨的乞丐还要糟糕？山高，人更高，路长，腿更长。只要我们心中怀揣着坚定的信心，拥有顽强的毅力，就一定能够跨越重重高山，穿越漫漫征途，改变自己的命运，让那曾经遥不可及的美梦，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下一一成真。让我们在这充满挑战与机遇的人生道路上砥砺前行，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。今天的分享到这里，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，并且让你深有感触，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，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。瑞一感谢你的陪伴，我们下期再见。